好格局，好生活，欢迎收看设计家新闻台，我是住得好。不同格局的规划方式，可以让不同的族群拥有符合生活需求的家。今天就来看到竹科工程师的单身小宅以及退休夫妻宅，在格局规划上有什么不同之处？在正式开始前，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节目重点。有些人买房是阶段性的，未来可能会有换屋需求，或是作为投资考量。因此，我们会先来了解什么样的装潢和设计适合阶段性的住宅，以及如何放大小坪数又能满足收纳机能呢？再来，我们将看到2个小坪数的案例。第一个8坪的单身小宅是阶段性的住宅，要如何将预算花在刀口上，又能让小宅住起来超有态度呢？再来是单层17坪加12坪的退休宅，屋主夫妻要有丰富的收纳和留给女儿回家时的独立卧室与更衣室，该如何规划呢？今天我们将邀请到国境设计的高浩景设计师来做一个说明及介绍，欢迎设计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境设计的高浩景。想问一下设计师，如果今天对屋主来说是阶段性的房屋，或是有投资用途，在格局或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？阶段型住宅跟投资型的住宅相对有不同的地方，建议投资型的住宅尽量不要花太多的预算在整个工程的造价上面。主要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管线不要去移动它，因为只要移动到管线，相对的整个造价成本也会相对提高，同时也会拉长整个工程的时间。因为现在只要到工程去做施工，每个大楼的清洁费也会相对来得多。也会相对造成整个工程上面时间的拉长，尽量控制在业主交给我们的预算之内，把整个设计的方向放置在以风格的营造、跟 CP 值较高的材质的运用、跟机能性的一些储藏空间去做使用，来去搭配整个空间的配置。在建材的部分呢，我们使用比较高 CP 值的建材去做搭配，因为这2年的美耐板的技术相对做得比较好。在整个仿大理石的纹路来讲的话，也会来得真，所以也比较轻松达到我们整个装饰性的效果。再来想问一下，要如何放大小坪数及满足收纳需求呢？在小坪数比较忌讳说把整个柜体做到很满，相对你把柜体做到很满，在小空间里面使用上面的话，也会相对来得狭小。所以我的整个设计的方面呢，以小坪数来讲的话，多利用地面增加储藏性的效果，有一个高低落差。一方面可以划分整个空间的领域，二方面来讲的话，能够达成整个收纳的效果。另外，在法规能够许可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利用夹层的方式去做整个空间的规划，利用楼梯的高低差的踏阶，也可以作为收纳的使用，或是利用玄关的污衣柜。柜子做一个旋转的方式，然后以横向的方式去做吊挂方式，来争取更多的收纳空间。接下来我们将看到2个实际的案例。这个8坪的新成屋，想先问一下设计师，它在原始格局上有什么样的状况？这个空间的屋况来讲的话，就是单面采光，整个空间看上去是狭长型的。然后厨房是靠窗的位置，因为狭长型的空间收纳也不足。想问一下设计师，这个空间它的屋主需求有哪些？在这个空间的屋主的需求，尽量能够做到明厅暗房，收纳部分来讲的话能够充足，然后适合投资，适合夫妻及单身的小家庭居住。接下来想请问一下设计师，要如何放大小坪数，让空间住起来更舒适？这个空间其实看上去是比较狭长的，然后希望能够做到整个空间的通透性，可是又碍于它单面采光，所以我把整个光线及空间做个串联，保持整个空间的通透性，就是尽量不要以石墙去做隔间，然后以柜体的方面去做隔间。一方面来讲的话，可以利用收纳效果去达到整个隔间的方式；二方面来讲的话，也会做整个通透性的感觉。那柜体的部分呢，尽量不要把它顶到天花，让它上面有预留一些空间，由光线去慢慢由柜子的上方去导入到室内。以小空间来讲的话，颜色是相对重要的，尽量就是以浅色系为主，然后以大自然的颜色去做为辅，整个把空间作为放大的效果。整个空间平面配置最主要就是要以明厅暗房作为主轴，因为尽量不要去动到太多管线，所以建设公司所配的厨房我们不会去动它。然后我把整个书房的部分放在整个最亮的地方，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希望主要是以工程师
和一些小家庭，因为下班回来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，所以我把整个书房的部分放在窗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餐厅跟我们的客厅，然后把这3个空间里面做个串联，有一个通透的效果。在这个空间其实单面采光，所以在整个材质的利用上面来讲的话，尽量就是以一些比较通透的材质去达到整个空间的通透感。所以我利用了很多长虹玻璃的部分去做整个空间的间隔，用通透的材质让光线能够顺利的进入室内。再来想了解一下，我们要如何满足卧室的机能，同时给予丰富的收纳需求。卧室区域的空间利用，尽量把整个自然光线比较干扰到整个卧室里面来。那同时也利用架高地板的方式，增加整个卧室的收纳空间。然后一方面来讲的话，可以划分整个空间的区域。在这个空间里面呢，在床头部分有一只大梁。那我利用整个弧形的造型延伸到天花板的楼板。那尽量不要影响到整个空间的高度，一方面来讲的话，达到整个顺畅感；二方面来讲的话，就有一个整个空间的修饰。走进玄关的部分，有一个鞋柜跟架高地板的部分。其实这个架高地板部分跟我们卧室的架高地板部分是做一个连结。那一方面来讲的话，可以收纳一些鞋子；二方面来讲的话，可以做一些污衣柜的造型。然后利用衣柜的正反面。在卧室这边变成是衣柜，在玄关的这个地方呢，变成是一个无衣柜的效果。那走到我们客厅里面来，有一个洞洞板的电视墙，增加整个空间的趣味性。再加上这个洞洞板来讲的话，可以吊挂一些比较私人的一些衣物，来增加一些整个收纳的感觉。这个空间虽然只有单面采光，但设计师分析居住者的使用习惯，有层次的将各个居住空间条理规划，加上清浅的色系点亮整个场域，同时通过架高地平定义了卧室区域，达到增加收纳的目的，彻底发挥了8坪小宅最大值，自住或投资都适合。那紧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个17+12坪的新成屋，请设计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空间在原始屋况上有什么问题呢？在这个空间里面不是方正的空间，它比较像梯形的感觉。整个空间来讲的话，又是单面采光。在格局部分来讲，原本建设公司是给了我们这个空间是2房，不符合我们业主的需求，然后收纳也会明显的不足。那这个空间是一个退休宅，想问一下设计师，屋主的需求有哪些？这个业主是2个退休的老夫妇，那偶尔会有一个女儿回来家里面陪伴老人家，然后相对也要大量的收纳空间，那需要有一个中岛吧台，主卧又需要有一个书桌跟衣帽间，那女儿也要有衣帽间的空间。因为女屋主方面有收藏画的习惯，所以希望有一个能够收藏她大量画的空间。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如何实现屋主的需求以及化解空间的问题呢？因为这个空间呢，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它整个楼层够高，夹层的空间够大，所以我把它原本的建设公司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隔间全部把它拆除。楼下的部分呢，初步的想法就是以老夫妇做使用。那楼上的部分呢，是给女儿偶尔回来做使用。在整个公领域的格局规划来讲的话，就是我希望说大门一打开是整个很开阔的感觉，所以我把中岛坝跟客厅的沙发背墙作为整个切齐，看上去整个空间会比较方正。书房空间我把规划在整个沙发的背墙后面，那利用它整个夹层的错层领域，错层上面就是一个书房。错层下面呢，就是它放置画的位置，然后再往上延伸，就刚好是整个厨房的上方。在这个上方来讲的话，就是另外一个储藏室。在另外一边的夹层规划，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就是有一个楼梯，楼梯的表面就是我们的电视墙。我利用楼梯的下方变成是一个储藏室，我只要把地板上面的这个门片打开，它刚好一幅画就可以直接直立插在这个楼板下面。在复层空间中，楼梯很常会占据过多的空间。想问一下设计师，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，以及丰富他们的收纳机能呢？那在楼梯的一些机灵的空间呢，作为一个储藏室的空间，那方便它做一些储藏的效果。
在这个整个空间来讲的话，它唯独的优点就是整个空间够高，所以我把私领域的部分放置在整个空间的两侧，中间的部分变成是公领域的空间，作为整个挑空的感觉，增加整个生活的开阔感。正面来讲，看上去就是一个整道的电视墙，一直延伸到我们挑空的楼板的感觉，让这个电视墙看上去就会更为大气。那沿着楼梯的旁边呢，就是主卧房的位置，下方也是一间房间，上方也是一间房间。那下方的部分就是退休的老夫妇方便做使用，而沿着楼梯上去就是女儿的房间。女儿房间上面有另外再规划一个类似导光的效果的一个格栅，好让外面的光源可以隐隐约约可以导入到整个女孩的房间里面去。然后房间里面一样就有配置一个女儿想要用的衣帽间的空间，那尽量把整个空间作为方正的配置。由于在私领域的平面配置是比较梯形的感觉，以主卧房来讲的话，在比较机灵的一个梯形的空间，门走进去的地方，变成是主卧室的一个化妆间、化妆桌跟一个书房的配置。那一样在女儿的房间的上方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变成女儿这个房间的衣帽间，作为整个空间的配置。我把原本机灵的空间划分比较正方形跟长方形的配置，然后把它作为合体，看上去就比较不会梯形的感觉。透过夹层的规划，创造1+1大于2的生活场域，同时借由挑高保有开阔的空间感。利用阶梯或机灵角落创造收纳空间，甚至连建筑物的梯形结构都善加利用为更衣室及书画区，大大发挥了空间价值，实现了实用与美感兼具的退休宅。谢谢国境设计的高浩景设计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问我，谢谢。好的，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，千万别忘记订阅我们及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住得好设计家新闻台，下次见。